这一支影片是第二支关于 iPhone 15 Pro 跟 Sony A74。这一次主要在白天拍摄，所以可以让感光元件过小的劣势缩小。这一支影片混合蛮多地方的画面，为了让大家可以体验在大太阳的时候或者阴天的时候，两台设备的差距是不是会因为天气而造成影响？中后半段会有影片可以去做比较，使用什么模式啊，或者是有无使用稳定器，都会在下方做说明。那正片就开始咯。这一次大部分的拍摄地点会在板桥体育场，直接让大家猜看看左边、右边分别是哪一台设备所拍摄。对了，这一次的比较不会像上次一样把同样的设备都放在同一边，然后按照时间顺序下去放，这一次会比较难一点。那大家就开始猜吧。答案还是一样，我用 POV 的影片伴随着我拍摄这组照片当下，或者是拍摄后对于这张照片做了哪些的后置。当然 POV 的影片不只单单只有拍出刚刚所列出的那些照片，所以不要太惊讶。操场躺着的那一段 GoPro 没电，所以就没有录到，很抱歉。在红色塑胶观众席的这一组照片，运用 SEL2070G 的20mm 广角端去营造出变形感比较多。通常大家广角都会这样去拍摄，就是让肢体的部分去碰触到镜头的边缘，去让它变形。另一张则是用 50mm 左右的焦距去拍摄，再跟人眼差不多的焦距下去拍摄。这两个比较的标的也可以看 Sony A74 iPhone 15 Pro 的广角与标准焦段的差异。彩虹阶梯还是彩虹观众席，这边只拿出一张来展示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觉得背后那一整片斑驳漆真的非常的赞，在画面中我会觉得它影响观者的视觉，所以我只挑出一张来做展示。我自己是有稍微进 Photoshop 去后置一下，然后就会变成像这样。而在操场的目标就是想要拍到标线，所以就拍了躺着的这些照片，但刚刚有提到很不巧没有录到 POV 的影片。这边的重点应该是要拍到标线的交汇处，对于视觉会比较好看一点。我有请被摄者去做移动，并使用连拍去达到动态或者活泼的感觉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而明显天气不同的这一块是在松山烟厂拍摄，在大太阳底下拍摄真的很难分出差别啊，尤其是如果把色调改成黑白的话，那更是不得了。这边的颜色要把它调成相似，我觉得真的太难调，所以我就只是调一个大概而已。那答案懒人包就在此。我是觉得这一次的挑战比较难啦，我在挑照片的时候
有时候都要看一下档名才能做好分辨出是 Sony A74还是 iPhone 15 Pro。这一些没有 POV 的照片啊，跟没有同时录影做比较的影片都会放在这里。跟上一集一样，这一堆照片或影片，照片的话会附上未后置的照片在旁边，让大家看一下后置前后的比较。影片的话会用跟上次一样的方式去做展示，拍摄器材也都会列在下面。那时间就交给大家慢慢的观看，就不吵大家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感谢大家。